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有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先退一步，才有办法往前走3步。那属羊的朋友在今年呢就会迎来这样的一年啦。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属羊的朋友在这个2025乙巳年会迎来怎样的一个运势。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你有的凶星是什么。你们今年呢有最多的凶星来到你们身上了。首先你可以看到呢，你有的是大煞、月煞、飞廉还有隔角，这4个呢都代表着挑战，都代表着问题，很多的麻烦都会来到你这里啦。那大煞跟月煞呢都是一种问题啦，很明显很直接的一些问题。那飞廉呢是一些意料之外的意外，所以你可能走在路上呢，突然间会遭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人，或者发生一些意外。那隔角呢是会有一些情境，会有一些情况把你逼去一个死角，然后让你呢被迫做出一些你不那么喜欢、不那么享受的一个决定。那这4个呢代表都是问题嘛。那问题过后还有另外一组的凶星，我们有炮尾、上门还有地上。那炮尾呢讲的是在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压力，然后提心吊胆，因为呢你一下子呢要处理太多的事情了，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更好的去应对，而且它牵涉的那一个风险或者代价呢有时会比较大，所以呢你会有一种提心吊胆，好像在走钢线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因为炮尾就是一个非常形象就是你走在炮的尾巴旁边，那你很害怕去踩到这个尾巴，对吧？所以呢你会非常的提心吊胆。那至于上门跟地上呢，讲的就是你现在或者原本在做这个事情可能要来到死路了，要来到一个终结了。那这个死路对我来说其实反而是一个好事。有时候你要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在某一个状态，会在某一个舒适圈里面太过久，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成长，没有任何的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原有的东西还在持续中。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的挑战，要有一点的这个困境来让我们去认真思考，我现在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最好的吗？ OK， 所以呢我们刚才的那一组的凶星其实呢都是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提问，你要自己去发自内心的认真的去问你到底现在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有难题的时候，有敌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认清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啦。 OK， 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去问的时候，他可能给你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要结束某一些东西，我要停止继续做某一个事情，或者呢我现在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啦。所以呢我们这个上门还有地上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是时候停止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我们呢要蜕变，我们要突破去更好的话，你一定要先放弃某一些东西啦。那如果你不能放弃的话，新的更好的东西，更美好的东西又要如何来到你的生活里面呢？ OK， 所以呢你看到这些凶星会感觉有时候会比较恐怖，或者呢你会感觉非常的担心。
但是我觉得啊，它更多的是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改变的动机啦。因为我们人啊很喜欢舒适圈的，我们很喜欢留在，就算那个工作、那个对象，或者呢我们所处的任何的状态里面，就算是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那么理想，我们都会自己去说服自己，觉得哎呀 OK 啦，那个人呢也不那么糟糕。那我至少我的工作还是可以给我养活我自己，但是呢，你知道啊，这个呢不是你要的，你内心都有一个声音啊，都会说这个人不适合我，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OK？ 那你这个时候啊，就是适合去做这个事情啦，去做这个检视。那你会问啊，这样我有这么多凶星，有吉星来给我一点帮助吗？那非常的抱歉要说的是，你们今年呢的吉星啊，其实只有一个 ，OK？ 那你这个呢情况啊，我只能说啊，老天呢真的要把你变得更好，所以呢，他给你很多的凶星，真的认真的去思考啦。那吉星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契合你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它叫明堂，那这个明堂呢，它的作用啊，让你去看见未来，代表的是那些凶星啊，其实都是跟你说，你现在有很多东西啊，在阻碍着你，在拖累着你。那所以呢，你要放弃掉这些阻碍，你要放弃掉这些拖累你的东西。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老天呢就给你多一个吉星，就是让你去看到那个未来，看到那个可能性，那个你想要的理想生活其实就在前面啦。那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去承担起在这一年里面比较动荡、比较不舒服的一个改变啦。基本上啊，只是一句话了。转眼间啊，我们就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呐。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又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还有机会呢？在来临的这个线上分享活动启动2025，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有的能量组成会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八字、风水、奇门遁甲，甚至易经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创造最好的一年啦。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去报名。那我们到时线上活动见。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会来啦。那我们呢，有时候真的要先把原本那个不那么理想的一个状态，你要自己有觉察。我不是说我们要去不断的抱怨，或者不断的去鸡蛋里挑骨头，去挑我自己生活到底有多么的不好。而是呢，你知道你要往一个更好的地方去，那你现在呢，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你不断的通过检视，不断的去改进，去放弃自己过去一些比较不好的信念不好的关系，不好的价值观。那当我们不断的去检视，然后抛弃一些不好的东西，引来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呢其实就是走在一个对的方向啦。那另外呢，我们要对未来也要做更多的一个想象啦。虽然说是一个打算还有计划，其实更多的是你要对未来有一个想象。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对自己理想的生活，就是理想的工作、理想的伴侣、理想的家庭到底是如何他是完全没有去思考的，他根本没有一个画面，或者呢想象中美好的一个定义是什么，他完全呢是没有去思考过的。
那如果你连这个想都没有想，你这个画面啊，你这个定义啊都没有的话，那你又怎么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呢？ OK， 所以呢，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利用这个名堂，可以看见未来的一种价值啊，去为自己多一点的想象，你去思考你想要的一个工作，你想要的一个伴侣啊，到底是如何的？今年的能量啊，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或者呢，非常的给你帮助。但是啊，反而呢，它给你很多的问题还有挑战。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为了你一个更好的未来啦。因为我们有时候啊，真的只有通过现在的一个困境，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要什么啦。OK， 那这里呢，我再给一个 bonus tip 啦。那如果你真的感觉今年啊非常的难度过，或者呢你真的需要得到一些帮助、一些外援的话，那首先当然你可以找你熟悉的朋友或者家人或者同事啊来给你帮助。那如果我们从命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其实呢是可以找属马的人来帮助你。 OK， 那这个马呢可以出现在马年、马月、马日或者马时啦，就是说对方的那个八字，只要呢任何一个地方有马出现的话，其实呢都会给到你帮助。 OK，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感觉啊某一些时候太过多了，太过难度过了 ，OK， 你的情绪啊，你的挑战啊，你的思绪啊都太多了，你需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抒发，或者来给你一点建议的话，其实你可以找属马的人来帮你。他除了是跟你们呢比较契合以外，属马的在今年啊的运势啊是最好的 ，OK， 所以你们呢就要找今年啊最好的那个来帮助你们啦。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其实啊，你不是只有一个生肖。那你会点击这个视频啊，肯定是因为你知道啊自己呢是在羊年出生的，对吧？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八字里面，我们啊是有4个生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如果你是羊年的话，当然年就是羊啦。那如果月份的话，你是出生在大约7月的话，你呢很有可能月份啊也是羊。那日的话，你需要看八字命盘才能得知啦。那时间的话是下午的1点到3点。你是这个时间出生的话，你的时呢也会是羊。那这个视频的建议啊，都会适用于你身上啦。只要你的八字任何一个地方呢有羊的话，那你就会问我啊，羊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意思吗？是有的。好像我们的年代表的是社交圈子、朋友，月呢是事业工作，日呢是你的个人还有感情，时呢会比较多是你内心的想法、下属、孩子还有你的资产啦。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会对这4个做更详细的一个讲解啦。如果羊啊是出现在你的年的话，我首先呢会建议今年啊不要进行什么高风险的活动或者运动啦，因为你们的凶星啊，那4个很主要的讲问题、挑战、障碍的，如果你还去增加这个风险，好像你要去高空跳伞啊，或者去玩一些蹦极跳啊，这些呢都是自己去增加挑战，对吧？所以呢，我不那么建议啦，因为就等于你本来呢都已经很高风险群体了，你还去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啊，其实是非常的不理想啦。OK， 所以呢，在今年啊，你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保持安全，
保持低调就可以了。你所有对外的社交活动啊，或者去外面的一些户外活动啊，我都会建议选安全的地方，选安全的朋友啦。那朋友也是有高风险的朋友的，对吧？好像有一些呢只是酒肉朋友，他每次呢都邀请你去喝酒啊，或者去一些酒吧或者去 party 啊这些。那这些呢通常都会比较高风险啊，因为你可能会人蛇混杂，遇到不同的人，那可能呢这些人呢就会带来一些麻烦，这样子我们就尽可能呢去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好，那如果是月份出现阳的话，它影响的是你的事业。那在事业方面呢，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有什么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帮助的一些事情你可能是要放弃它了。可能是一些表现不那么好的项目或者呢你的工作内容可能都在今年需要去调整。把一些真的在拖累你的东西是时候放弃了。当你这样子去做一个大扫除的时候你才会空出更多的时间还有资源在你的事业里面，把它放在一个对你未来更有好处更有回报的一个地方，对吧？所以呢，你们今年的事业的主题都是在做大扫除就对了。我们等待未来运势又开始变好的时候，我们呢才来收割。那我们今年呢就是要留得青山在了 ，OK， 我们要撑过去，然后做一个大扫除，把不好的东西都摒弃掉先 ，OK。好，那如果在热方面是阳的话，它影响的是你个人感情的部分。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在一个不那么理想的感情生活里面的话，你要相信的一句话是你值得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啦。OK， 那至于呢你要如何去处理，或者呢你要做什么决定的话，我呢就交回给你们啦。你呢需要真的看到这个不好的东西在阻碍着你，在拖累着你。那如果你有办法把它转换成更好的，你们可以为未来做一个更好的打算的话，那当然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啦。那但是呢，如果它真的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它真的是要到某一个终点了，那我也会觉得在今年呢，你可能可以去思考是否真的要结束一个阶段的一个感情，然后呢去找寻更好的对方啦。OK， 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代表的是你自己本身你对你自身的一些观念。可能呢，在今年需要有一些改变，你需要呢放弃掉过去阻碍着你开始某一个新感情的一些观念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感情生活都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状态，或者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啦。其实感情呢，从来都很少跟对方有关系。OK， 对，我们是跟对方呢有一个好像合伙，我们是在一起一个契约的一个存在。但是呢，更多的是你本身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时候，你才会选到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那所以呢，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一直苦苦找另外一个伴侣，但是你都找不到，很有可能呢问题就是出在你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外面呢少了那个机会。所以呢，你可以观察的，你可以去检视自己内心呢是否有什么东西在限制着你，你还没有去处理好的，所以呢导致你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对象啦。
好，那如果是10出现阳的话，它影响的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啦。那这个部分呢，跟刚才热的有一点关系，就是你呢也要去检视你内心是不是有一些已经对你没有帮助的信念。那这个信念啊，是影响着你对未来的一个想象的。就好像我在视频的开头讲的，很多人啊，其实对未来呢都是没有想象的，或者呢，他们不相信，他们没有一个画面啊，觉得自己呢会变得很好，去到自己的理想生活啦。那所以呢，在今年啊，你要做的是真的去检视你的内心呢，是否有一些信念，你可能呢觉得自己不值得这个美好的生活，或者呢，你有美好的生活的话，是会有危险的。有一些人呢是会这样子，他觉得自己变得有钱的时候，别人呢就会来陷害他。或者呢，有些人觉得当他过得很美好的时候，自己呢就会变成一个坏人。OK， 那这些呢，很多时候啊，都是源自于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的成长经验啊，所导致，然后产生的一些信念啊。所以呢，今年呢是一个很好去做这个检视的动作啦。那通常检视呢，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啊，我们有冥想啊、静坐啊，或者呢一些疗程、一些心理治疗啊，都是可以很好帮助我们看到这些信念的方法啦。OK， 那另外今年呢，一切的这些动荡比较像是比较多在于你内心的一个动荡啊，都是短暂的。因为这个10呢，也代表你的下属还有孩子啦，所以呢，你跟他们的关系啊，在今年呢也会比较动荡一点。那我要你们大家相信的是，这一切的动荡都是短暂的 ，OK？ 而且有时候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动荡，那我们的关系啊，反而会变得更好。因为呢，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期间，我们到底相信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跟对方的一个关系啊，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通常呢，就是在这种比较不平稳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啦。所以，当你去思考，当你去得到那个答案的时候，反而呢，你在未来啊，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啦。OK， 那这个10啊，也代表你的投资啦。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投资的话，或许你要开始去思考是否要止损啊。OK， 就是用一种好像壮士断臂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啦。你需要先止损，你需要先把这个损失啊停止下来，或者收回啊所有剩余的那个价值。你对未来，你把这笔钱呢投在更好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这个未来啊，在投资方面才开始会有变好的机会啦。OK， 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羊的在今年啊会有的一个运势啦。那你们今年呢，真的要以比较保守、比较防守的一个态度，我们先退一步，留得青山在，那在未来啊才有办法重新启发，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啦。好，那这里呢，我就先恭祝大家新的一年你一切顺利，事事顺心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